当硅谷还在为大模型疯狂，欧洲正用严苛的 AI 法案把科技公司逼上绝路时，新加坡刚刚悄悄落地了全球首个自主 AI 治理框架。这绝对不是一份普通的官僚文件，而是直接切断了中美科技巨头退路，又为他们铺平生路的数字南洋新规则。大家都在盯着英伟达的股价，却忽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未来10年，谁掌握了 AI 的治理规则和信任标准，谁就掌握了全球科技资本的流向。今天我们用科技视角的解剖刀，硬核拆解这个赤道边缘的小红点，凭什么能在中美欧的夹击下拿下全球 AI 生态的定价权？要看懂新加坡这步棋的杀伤力，得先理解当前全球科技界最真实的生存焦虑。做 AI 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走钢丝。欧洲动辄开出全球营业额 7% 的天价罚单，逼得大批初创公司连夜撤离。而中美的科技博弈，让跨国企业陷入了选边站的死局。在这种极度撕裂的环境下，企业最恐惧的不是技术落后，而是规则的不确定性。这时候，新加坡的底色就显现出来了。几百年前，先辈们下南洋，看重的是马六甲海峡作为东西方物理中转站的生机。后来，新加坡依靠极其严谨的金融体系，成为了全球资本的避风港。而今天，面对 AI 时代的乱局，新加坡正在重塑这种南洋连接者的基因，打造第3个核心枢纽，也就是数据与规则港。这就是数字南洋的本质。当大国在互相竖起高墙时，新加坡为你提供一个中立、合规且被全球认可的试验田。在这里，科技公司要的早就不是单纯的低税率，而是一张能通往全世界的安全牌。那么，这个自主 AI 治理框架到底硬核在哪里？它的核心武器是南洋文化里最底层的基因——实用主义。欧盟的监管思路是典型的防守型，先预设你有罪，列出一张长长的禁止清单，越界就罚。但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非常清楚，严刑峻法只会扼杀创新。因此，他们打出了一张截然不同的牌，叫做 AI Verify 测试工具包。这套系统不是为了封杀企业，而是提供技术手段，帮你向世界证明你的模型是透明、公平且安全的。这套机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完美复制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管理金融机构的监管沙盒模式。它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绝对零风险，而是建立一个可控的测试环境。在这个框架下，企业是自愿参与测试的。更关键的是，今年新加坡进一步推出了针对生成式 AI 的治理框架，直接切入了数据隐私、版权纠纷和算法幻觉这些当前大模型最棘手的痛点。一旦你的 AI 模型通过了这些框架的验证，这就不仅是一张合规证明，更是新加坡政府用国家信誉为你背书的信任通行证。在真实的商业交锋中，当你的产品带着这个认证去开拓欧美或者东南亚市场时，客户不需要再花几个月去尽职调查你的算法是否有偏见，因为新加坡已经替他们做过压力测试了。你享受的是极高的信任溢价，别人在用罚款逼迫企业就范，新加坡却在用标准帮企业降低跨国交易成本。不封杀，只验证，用科技思维把合规变成了企业的核心资产。这种从惩罚者到赋能者的身份转换，正是数字南洋最高明的阳谋。在这套治理框架背后，隐藏着新加坡科技界最大的红利——地缘套利。中美的科技脱钩已经从半导体硬件全面蔓延到了数据、模型和算法的最深处。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要出海，急需一个不被打压的中立跳板，而美国的科技巨头要吃下亚洲庞大市场的红利，也需要一个完全符合西方合规标准的核心节点。新加坡的数字南洋战略，本质上就是让自己成为东西方两套互不兼容的科技系统之间
唯一能够顺畅对接的 API 接口。这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炒作，而是正在发生的真金白银的产业大迁徙。看看现实吧，为什么字节跳动、Shein 纷纷将高管团队和核心业务移师新加坡？另一边，微软、谷歌、亚马逊近期在新加坡砸下数十亿美元扩建数据中心，连 OpenAI 都在这里设立了区域中心。他们看重的早就不是什么地租补贴，而是在这个日益撕裂的世界中，唯一确定的规则体系。在这个国家级 API 接口上运行的，不仅是海量的数据，更是全球排名前3的算力布局和顶级 AI 生态。当东西方巨头都把核心节点放在这里时，新加坡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数字时代的马六甲海峡。谁能在这套 API 标准下顺畅运行，谁就能拿到通往全球市场的门票。那么，这套国家级的战略宏图，对屏幕前的普通人、创业者或者30岁出头的职场中坚力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带来的不仅是宏大叙事，更是切实的财富与阶层跨越机会。首先是资本风向的彻底洗牌。新加坡目前聚集了超过1400家家族办公室。过去，这批老钱最喜欢买乌节路的豪宅和优质商办，求的是稳。但现在，随着 AI 治理框架的落地，庞大的热钱有了明确的合规指引，正在寻找新的出口。那些符合新加坡治理标准，能够在全球市场畅通无阻的 AI 初创项目，正在成为资本眼中的核心标的。其次是人才结构的暴力重构。当很多人还在卷传统的代码和算法优化时，新加坡已经在大规模发放顶级专才准证，也就是 OnePass， 疯狂吸纳一种全新的复合性人才。你既要懂 AI 的底层架构，又要懂数据伦理和合规治理。这种人才目前在市场上极度稀缺。未来3到5年内，如果在你的商业计划书里没有清晰的 AI 治理标准，你连拿到融资的资格都没有。而对于打工人来说，理解并掌握这套数字南洋的运行规则，就是你在下一个10年跳出内卷，获取超额薪酬的最大筹码。看透了这一切，你会发现新加坡真正的竞争壁垒，从来不是樟宜机场的吞吐量，也不是祖屋底下的 Copium， 而是它在每一次全球危机与技术变革中，都能极其精准地为世界提供一种稀缺品——信任。从大航海时代的香料中转，到金融时代的资本离岸，再到今天的 AI 算法验证，南洋文化的内核始终没变，就是用中立、专业和规则连接撕裂的世界。这次的 AI 治理框架，就是新加坡在数字时代最关键的一步大棋。他们不仅要参与 AI 的未来，更要定义 AI 的未来。你认为新加坡能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成功守住数字南洋的规则制定权吗？这套新规则又会如何影响你所在的行业？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如果你想持续看透科技局势与财富流向的底层逻辑，欢迎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